刷到这个影片的人有福了，这个影片非大福报的人没法听到。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的维度越高，你的感受能力特别强，瞬间的其实你就没朋友了。为什么？没必要跟你假了，你还在玩些小聪明，你就直接被淘汰了。你不可能在他们面前出现第二次了，因为你的时间越来越聚焦了，旁边的那些杂质没必要出现了。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你的护法神，他不让这些人靠近你了，没必要。最后你会发现，真正的那些圣人，他真的就淳朴的像小孩一样，你去跟他接触，他都是至真至纯的，淳朴的像小孩，但他实际上来说是复杂过后的简单，这是他高级的地方。他见过最暗的夜了，所以他就活在光明当中了，他是锚定在光明里面了，是一个更大的存在。这个存在在三维世界里面，实际上来说是说不清楚的，所以人只有内观到高维的时候，就是到佛祖的这个境界，到菩萨这个境界，人才能够真正知道生命它到底是什么。是生命就是你的空，但这个空是非常妙有的空，无限的。你今天的所有的痛苦，包括财富的痛苦，精神上的痛苦，包括关系上的所有的问题，全是因为没有看到真相。你只要没有看见真相，你就还活在幻想当中，你只要还在幻想当中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是匮乏的。你即便现在是个亿万富翁，你都是匮乏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看到真相会怎么样？能够拥有真正的力量。这个真正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？我们可以理解为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可以扭转乾坤的力量，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驱动世间的一切为你服务的力量。而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，什么是宇宙的五大真相。太多的生命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所以你要用心去听。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意识存在，也叫做觉存在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智慧。你照见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明白你的真实身份不是这个肉身的眼耳鼻舌身的你。为什么说所有的高维智慧都给你指向一个点，就是世界是虚幻的，时间是不存在的，空间是不存在的，直接把人给搞懵了是吧？明明我看到这个时间那么真实，我感受的这个时间很真实啊，我看到的这个桌子，我看到这个杯子都非常真实。为什么这些上师或者这样一些往圣先贤，包括王阳明，包括孔子，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一个真相，就是这个世界是意识存在。你看到的世界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觉存在，就是我们觉醒的觉。比如我们视觉，视觉的背后是什么？视觉。我们的听觉背后是什么？视觉。我们的嗅觉背后是什么？视觉。我们的触觉背后是什么？视觉。你看看全视觉，包括我们意识到的这个世界，它背后是谁在意识？
你认为是你的大脑在意识吗？还是你的什么心脏在意识？还是你的哪个细胞在意识？它的意识在哪里？它的这个觉在哪里？你会发现好像背后有一个你看不到的存在，就很像我们的手机的 WiFi。 手机就像我们的肉身一样的，这个手机如果没有 WiFi， 这个手机基本上跟砖头现在差别不是很大。它能拨个电话，能存几个号码，能拍几张照片。这个功能和 WiFi 连通以后，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，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，万万分之一。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，实际上来说，你就知道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觉醒的高维，就是说你来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法则的第一条，叫意识存在。觉存在就是一切其实都是那个存在本身，而你就是这个存在本身。明心见性见的就是这个性，有点像我们这个电影的白布。白布上面那个光影打过来以后，白布上面有战争片，有恐怖片，有爱情片，悲欢离合，甚至感动的你落泪，感动的你痛哭，感动的你简直就是入戏了。但实际上来说，这个光影一停，那边的放映机一关，你看屏幕上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可以理解你的心就是这个白布，上面无论演什么戏，如何出现各种各样的镜像，但是你就是这块白布，你不要被这个镜像给带跑了。所以从升维这个角度来讲，最重要的是就是看到我们意识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真相。所有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你遇到的人，你遇到的事，其实都是什么？都是生灭法。什么叫生灭法？它生它就会灭，是即生即灭的。你看那海浪啪升起来，啪就灭了。如果你不是一个觉醒的人，你就被这个海浪带走了。就比如你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一个创伤性事件，比如说是被父母暴揍，而且你很委屈，这事本来也不怪你，但是你受委屈了，最后父母也没给你解释，然后就过去了。但是你那个脆弱的小孩其实就摔在那儿了，就是那海浪上去，他就再没下来了。所以等到你40-50岁的时候，你可能想到这一趴的时候，你还会难过，还会落泪，那你就不要忘了这个事儿，它就影响了你一辈子。为什么觉醒这么重要？觉醒就要让你看到这个剧情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觉醒，就是从黑暗走向光明，就是让你刚开始都是追逐这些浪花、海浪，甚至说滔天的巨浪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本体，你是这个意识存在的本体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条真相，叫什么？一切即意识，意识即一切。这是怎么理解的？就是说，好比是一场梦，梦即一切，一切即梦。人生不是如梦，人生就是一场梦。当你的这个灵魂来到人间的时候，
你的人生这场梦就开始了。那你为什么要遇到你的父母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，包括各种各样，包括你甚至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，其实来讲的话，都是由你的意识的这样一个能量振频决定的。所以我们都是选的父母，我们在这一生里面，我们经历了很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我们想要在这一生要完成相应的课题，相应的主题。比如说在你上一世的这个游戏里面，你没有去体会到爱，你玩迷糊了。本来是你要跟一个人结婚以后，你是要去体会爱的，结果你天天忙着跟他吵架了，天天忙着跟他斗争了，天天忙着跟他二元对立了。等你离开以后，你突然醒悟到，其实我是要来在这样的一段关系里面要体会爱的。那么当你下一期生命开始的时候，你就要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剧情来让你重新去体会爱。那在你这一世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什么？出现一个对你非常不好的爱人，非常有挑战的这样的一段关系，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，让你不断的去体会爱，从反面看到正面，道者反之动。你如果说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家庭里面，原生家庭也很幸福，最后婚姻也很幸福而不自知了，就是我们天天吃饱饭，我们就不知道吃饱饭的幸福，天天我们生活的都是锦衣玉食，其实你就不知道真的有一件衣服穿就很幸福。所以真正的爱实际上来说是要通过它的对立面，通过它的反面去体会。所以当你明白一切即意识，意识即一切，色即空，空即色，当你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在看待你的人生的时候，你的人生90%的困难，所谓的苦它都会消失，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做的一场梦。那么我们第3条的这个法则，它被称之为宇宙的唯一。唯一的显化法则，就是所有的显化法则都是围绕这个在起作用。那么这个法则实际上来说就是你是谁，世界就是谁，你是怎样，世界就怎样。振频决定境遇，也就是说境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状态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心态。这也就是王阳明先生在开悟以后，觉醒以后，他说出的那样的一句话。他说心外无物。当我们有痛苦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要格物致知。什么叫格物致知？把你内在的这种不顺滑、不丝滑的这样的一种纠结的、痛苦的、抑郁的、难过的，就是所有的负面情绪，也就是心经里面讲的恐怖，都来到良知。来到良知以后会怎样呢？可以粉碎掉我们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情绪。我们只要有负面情绪，心中就还有这一物，只要还有这一物，我告诉你，外在并没有让你不舒服的人，是因为你的认知认为不舒服，认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他对不住你，所以心中有了这一物，你的振频就很低，振频这么一低，感觉就很差，
我们人一感觉差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做事了，你心里乱糟糟的，连个字都写不出来，你会发现一下子就毫无情绪了。你看，为什么那些失恋的人又要死又要活的，就这个人的精气神就没有了？为什么？这就是第3条法则在起作用。所以当你明白这样的一个法则如此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第一，通过前面的2条法则，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。真相就是意识存在，你就是这个觉性，你是星光本体，你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明心和见性，你的本体是如如不动的，这是你真正的一个照见。当你知道这份照见的时候，你就真正的升维了，你真正的一下就超越了99%的生命。因为大部分的生命他还是觉得这个杯子是真的，衣服是真的，一切都是真的，爱情是真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最后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，就是3个字叫不当真，就不再把3维的这些幻想当真了。当你来到这样的一个维度，再看你这个人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提升你的内在的频率，提升你内在的境界，提升你内在的维度，是你生命中刻不容缓最重要的部分。因为大部分人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，终日忙碌，终日操劳，奋斗一辈子，最后了无所得，最后还活得很郁闷，钱也没挣到，家里面也没照顾好，一塌糊涂。为什么一塌糊涂？你就活在了那个一塌糊涂的那个振频里。所以当你知道状态决定境遇，有什么样的状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会豁然开朗。就在这个当下，你听懂了，你就来到了高维，你就有高维智慧了，下面都不用听了，就把这听懂就够了。你什么状态，你就活什么样的人生。那这个时候你一下你就觉得以前的评判，以前的指责，以前甚至对一些这种骂别人的，你都觉得非常的荒唐。你看骂人的时候怎么骂？1个手指指出去，3个手指指向自己。所以你看你骂人骂得越狠，实际上你骂自己骂得越狠。有的人问我怎么样能够看出我现在的这个水平高还是低？要看你最近骂人没有，你看你最近恨人没有，你最近想到你的合作伙伴什么的，这些人你是觉得人家对不住你，还是觉得满怀感恩？就是这个差别。你这样一对比你很清楚。你看夸人的时候怎么夸？1个大拇指，4个大拇指都夸自己呢。你看，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什么？围绕着提升你的境界。你看像我现在面前的这个杯子，就这么大一点，你别说砖头了，稍微大点的石头扔进去，这杯子就碎了。那你的心就好比是这颗心，跟爱人吵了2句，嘴心就碎了。爱人挽回个电话，挽回一点微信，心就碎了。那你的心要干嘛？从这个杯子变成洗脸盆那么大，
再从洗脸盆变成你们家浴缸那么大，再从浴缸变成大海那么大，最后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心经的那个经体，全称叫摩诃。摩诃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大。你看它又回到我们讲的那个意识存在，一切即意识，意识即一切的那个状态，没有办法形容大小。你看你只要用大，它就一定还有更大，只要说小还有更小，所以就是摩诃。所以我们这个心最后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学习成长，最后来到摩诃的状态。摩诃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宇宙真相的第4条法则，叫一切只存在于当下。当下其实在这里面看上去是个时间概念，实际上来说不是。实际上来说，这个当下是链接高维的一个状态的概念。因为当你说当下的时候，当下已经不存在了。你看我说当下的这个当下已经成过去了，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当下即一切，一切即当下，除了当下一切都不存在，了无可得。你看所谓的焦虑症是怎么定义的？焦虑是什么？为还未发生的事情感到惴惴不安，思前想后，担心担忧，造成了精神上的焦虑。这事儿还没来呢，他开始焦虑了。我非常确定地告诉你，你担忧的90%以上的事，甚至99%以上的事儿，它都不会发生。你只是说为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在消耗你的心力。那什么是忧郁？为过去的事儿忧郁，想不通，想不开，想不明白，就过不去了。你看，尤其夫妻吵架，一吵就把几年前的事儿翻出来，拼命的翻旧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只要翻旧账，你就和那个事儿还没过去，你就特别容易被那个事儿还是在那纠缠。所以真正的对当下的一个觉醒的认知，就是说你开始去杂念，你开始以不二之心，以接纳一切之心开始看待你的人生，对你人生中过往所发生，未来即将发生的所有的一切，你不再给它贴标签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发现我之前最失败的事儿，现在是最好的事儿。我相信我说这个话，镜头前的很多朋友是能够听懂的。很多事我告诉你，你当下发生的时候，你觉得要死要活，简直是太痛苦了。但是你稍微把时间一拉开，你会发现这个事儿挺好。你记住，所有获得大成就的人，全部都是明白了这个法则。你不进入当下，你就无法进入心流，你无法进入心流，你就无法唤醒你内心中那个真正的源头之力。因为我们人生的第一场游戏，它是给你设置了重重的关卡，它是让你限制、遗忘、分离。我把这个人生的第一场游戏简单说一下。人生的第一场戏，限制你和真我的链接，遗忘了你的真实身份，让你假我和真我分离。假我和真我实际上是一不是二。这场游戏表现的特征就是混乱匮乏，觉得自己很弱小，
觉得自己很微不足道。星光生命智慧是要让你从这样的一个匮乏的状态，首先是来到中间地带。所以恭喜大家，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中间地带，中间有个关卡叫星光解脱点。那么一旦跨越这个星光解脱点以后，来到了第二场游戏。第二场游戏的特征是什么？喜悦、和平、自由、光明。它对应的这种生命呈现是什么？你的财务的丰盛，你的关系的圆满，包括你健康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叫着力极差。翻译成我们说的话就是什么？你就开始松弛了。你的那个松弛感一旦出来以后，就来到了意识存在的那个状态，就来到了一切即意识，意识即一切的状态，就来到了状态决定境遇。好的状态就出现好的境遇，境遇不重要，状态才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第四个法则，一切只存在于当下，你就来到了当下。因为只有在这个状态，你才可能来到当下。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大量的成长性的熏陶式的这样一种学习，来到这个当下，才能够体味生命真正的真相。当你一旦活到真相，你就是脱网而出的鱼，脱笼而出的那个鸟。所以第5条法则就是，除了以上4条法则是真相之外，都是假象。所以这个真相法则真的是太宝贵了。达到高维实际来说，就是把这个5条法则给它搞明白了，然后并且把它活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把这些高维的智慧、财富的智慧都总结在了会员共修栏目。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生命在很多那种困惑中解脱出来，因为我们人生真的是很美好的。不要把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全部花在这种颠倒的关于金钱也好，关于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。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跟我们更多的生命能够去结这个缘，这也是一个积福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加入我们的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不要再受财富的苦，不要再受金钱的苦，不要再受人生的苦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是时候恢复你的高维身份了，回复找回自己，带你找回真正的自己。人生如梦，不必执着。我们来自高维，最终还是回到高维。能留下什么？看你的修行。你只管善良，福报已在路上。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